眼睛没瞎，可四周怎么黑漆漆的？我不是被炸死了吗？这是我被封进了石棺里。还好，穆家的传承空间还在。让我知道是谁把我封进来的，老娘剁了他！王爷，王爷，您体内的毒！闭嘴，本王还没死。快没气了。坟里怎么有声音？是有鬼，还是诈尸了？匕首太小，石棺太厚，脑子里怎么涌进这么多东西？王爷18岁那年有一死劫，需有一极阴女子方可化解。若此女入了坟墓，再次醒来出墓，便是极佳人选。此人绝非池中之物，活人入坟岂能复生？当时本王只当他胡言乱语，可如今毒气攻心，哪怕里面是只鬼，本王也得拉出来试试。把这个坟墓给本王挖开。王爷，死者已逝，我们给他留点体面吧。少废话，本王让你们挖就挖，快点！坟里的仙人，别怪我们王爷，他中了剧毒才糊涂的。要有报应，冲我来，我以后给您烧很多很多纸钱，可千万别用雷劈我啊！这石棺还是个残次品，哪家人这么穷？这身子从3岁就中慢性毒，得好好调养。我可不想不明不白再死一回。切的这口子刚好够我一人钻出去，老天开眼了！入了坟墓还能再醒来出墓，玄成大师说的女子，竟真在这里。长得倒是俊，可这压过来的冷气是怎么回事？喂，看什么看？收一收你身上的凉气，本姑娘已经够冷的了，你也不怕把自己冻死？大胆！怎么跟我家王爷说话的？你不想活命了？信不信姑奶奶一把毒药把你们全毒死？你退下。你是谁？能把我拉上去再说话吗？清风，你下去把他拉上来。是，王爷。慢点儿，我这身子经不起你这么粗暴的拽。好了，你已经上来了，现在可以告诉本王你是谁了吗？幸好遇到这位王爷，就凭我这小身板，能爬出来简直是痴人说梦。娘亲也真是太爱我了，把我埋得够深。哟呵，身中剧毒还能面不改色站这儿说话，这毅力可真不一般。看在你们救我一场的份上，这粒解毒丸给你，报了你的救命之恩，我们就此扯平。王爷不可，孙神医已在来的路上了。等你们那神医到了，王爷还有没有命都难说。他只剩一盏茶，一盏茶后毒入心脉，流入肺腑，七窍流血而亡。大胆刁民，再敢咒骂王爷，我要了你的狗命！清风退下，没本王的命令不许再说话。既然姑娘能看出本王身上的毒，可看得出几种？要你性命的剧毒是1天前所下，其余的需把脉方知。那便劳烦姑娘。手指细长，适合弹琴，虎口却有茧，是常年握剑习武之人。20种毒，这是被敌人多不待见，自幼便下，断续多年，直到14岁才停。怎么样，王爷究竟中了多少种毒？谁让他刚才凶我，还要我的狗命？我可是很记仇的。王爷除剧毒外，另有20种毒。这些年有人替你调理，却治标不治本。近来所服之药更打破了平衡，隐隐有爆发之势。爆发之后，结果如何？走火入魔，意识不清，杀人如麻，最后筋脉寸断，如同废人。先服下这丸解了剧毒，也能压住余毒，保你半年无事。20种毒需一并解，否则更麻烦。这些毒连孙神医都查不出，他的医术绝在孙神医之上。敢问姑娘尊姓大名？大名不必了，给我一枚能找到你的令牌即可。半年后我再来给你解余毒。持此令牌可入本王府。本王叶离绝。去城内走哪条道？清风，送他进城。叶离绝。哎，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走神了，快走吧。幸亏他送我，否则这城门我都进不去。到这就行，多谢送我。叶离绝，原主记忆里，紫圣国摄政王正是此名。传言他心狠手辣，杀人不眨眼，今日却救了我一场，倒不尽然。你放心，你的仇我替你报，你的娘亲我替你好好护着。魂体归位了，
这身子仿佛本就是我的，除了娘亲，这一府魑魅魍魉够我好好玩一通。大小姐，胆小鬼，还没摄政王府的人胆子大。娘亲一失宠，连伺候的下人都投靠二夫人去了。娘亲，你快下来！嫣儿，娘又看到你了。今天娘出现好多次幻觉了，别怕，娘这就来陪你。那是银票，娘亲把银票烧了。那是娘为你烧的银票，怕你不够，烧了10几万两。别怕，娘身上还揣着30万两呢，够咱娘俩在阴曹地府花上一阵。娘还叫刘掌柜每月给咱们烧10几万两，他是你外公留下的人，靠得住。这奇葩脑回路，钱揣身上就能带走，最后还不是便宜收尸的？娘亲下来！真的是嫣儿回来了，我是活生生的人，不是你的幻觉。温的，这浮光锦是娘亲手给你挑的，给你穿上的，是我的嫣儿，是我的嫣儿。谢老天爷把我女儿还给我，我以后一定多给老天爷烧银票。多么豪横的娘亲，一言不合就烧银票，老天爷怕是不缺这个。娘亲我护住了，接下来这一府魑魅魍魉，该我穆凤烟好好清算了。母亲，那个小贱人终于死了，我是不是就是丞相府唯一的嫡小姐了？那当然，我的淑雪这般漂亮懂事，你外祖父又是尚书，那上不了台面的商户女，怎配跟你比？那太好了，那丞相府和三皇子的婚约是不是也归我了？你爹私下透过，三皇子对你也中意。今晚你爹来我房中，娘再替你说说。娘亲真厉害，这么些年爹爹独宠你，那些年轻姨娘都比不过。这些话只在娘面前说，出了这门，半个字都不许提。可娘亲，当初三皇子为何要跟那小贱人订婚？他除了有个有钱的商户娘，什么好处都没有。这是你爹说的。皇后请司天监陈大人依三皇子生辰逼资卜算，说那贱人与三皇子八字极配，命格独特，凤女之相。陈大人卜得个3天3夜，断言如若得此女，可统领天下。皇后大喜，才让皇上下旨，等她即位就大婚。统领天下？那陈大人60多了，不是老糊涂了吧？就他那病殃殃的身子，连自己的丫头都使唤不动，他能统领谁？可不是，整日卧病在榻，还凤女之相，真是痴心妄想。启禀二夫人，老爷回府了。让老爷来我院里，就说我备好了醒酒汤。那女儿先回去了，娘亲记得替女儿问婚约的事。放心，娘都记在心里了。大小姐，是大小姐回来了，她进府了。胡言乱语什么？小的见过相爷。抬起头，你方才看到了什么？相爷，今日正是大小姐下葬，这小厮劳累出现幻觉罢了，不必与他计较。既已下葬，把白帆撤了。晦气，这小厮不必守门了，另派伙计去。是相爷。王爷，追杀我们的人已查明，线索都指向当今皇上。果然是我那位疑神疑鬼的好皇兄。这紫圣国除了他，还有谁敢跟本王叫板？把那些刺客全杀了，尸体送去大理寺，就说本王回京途中遇袭。大理寺卿是皇兄的爪牙，不出一盏茶他就知道了。属下这就去办。等等，今晚那位姑娘查得如何了？怎么有问题？属下不敢。那位姑娘查到了，是穆丞相的嫡女穆凤烟，久病卧榻，圣都无人见过。还有这位穆大小姐从前与三皇子有婚约，只是她病逝，宫里要把婚约转给穆二小姐，皇后已让皇上拟旨，明日就结婚，不过是想要穆府的钱财罢了。清风，你说人死了还能复生吗？属下觉得诡异，那日穆大小姐却已毫无气息，都下葬了，却又活了。穆府若知道，怕要人仰马翻。偏偏就发生了。明日本王倒要去看看这出好戏。嫣儿，你快回来，娘不能没有你啊！娘亲，嫣儿在这儿，就在你身旁。不是做梦，我苦命的嫣儿真的回来了。嫣儿，你是娘亲眼看着下葬的，你到底是怎么从坟里出来的？说借尸还魂，非得把他吓傻不可。娘信佛，那就编个佛缘。娘，我做了个很长的梦，
梦里一位白须老者带我去了个从没见过的地方，把他一身医术都传给了我。他说我命不该绝，还有爱我的娘要照顾，就把我送了回来。我醒来正在石棺里拼命敲打，恰被路过的一位王爷救了出来。这就是娘平日礼佛显了灵，是老天把你还给我了。嫣儿，快跟娘一起给佛祖磕头谢恩。佛祖啊佛祖，你把我送到这该死的地方，总不会再送我回去了吧？那你得替我报仇，把那个毒死我的人，让他天打雷劈不得好死，他家祖坟也得炸个粉碎。你要不办，我可就恨你了。你再不替我报仇，我就把这世道的天捅破。嫣儿，你嘴里念叨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娘亲，我在求佛祖好好保佑咱们娘俩呢。鬼啊！你不是已经下葬了吗？一个个吃着我娘的，喝着我娘的，如今该我一笔一笔算了。父亲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，都摔到地上了？来，父亲，喝口茶压压惊。好父亲，往后你这补品可就白吃了。二夫人的簪子歪了，我替你整整。好妹妹，我最疼你，你的可比旁人多。嫣儿，救你出来的是哪位王爷？咱们得好好谢他。娘，是摄政王。摄政王不是说他心狠手辣，杀人如麻？都是以讹传讹的谣言，谁真见过他杀人？娘只管放心。娘，你还喜欢父亲吗？喜欢。早心灰意冷了，他3年不曾踏进我这静雅院，连你下葬那天都没露过面。娘，我学了医术才知道，我这病是有人给我下了慢性毒药，毒入心脏才没得气。什么？有人给你下毒？白须老者已经治好我了，娘别急。从今日起，我1两银子都不再贴补这相府，这些你拿着，娘赚的钱以后都是你的。他们每月要多少？10几万两。这一府的姨娘小妾，你祖母哪个不是花我的钱精养着？娘既已断了念想，我下手便再无顾备。这一府魑魅魍魉，我一个个清算。有鬼啊！大小姐的鬼魂回来索命啦！我就说，只要府里人见她还活着，定要闹个人仰马翻。就这势利眼老太婆，也配吉福2字，该叫吉煞院。祖母安好，用膳呢。大小姐，你是人是鬼？老猫摸摸，是冷是热，不就知道我是人是鬼了？唉，连半个回合都撑不住，真没劲。昨晚我娘差点上吊，都没人管，也让你们尝尝卧病在床的滋味。这样比较凉快，伤风感冒躺个1两月绝没问题。阁下看了一路的戏，可是开心了？竟是昨夜救我的摄政王，没想到王爷还有偷窥官员家宅的嗜好。你很是不同。废话，我能跟你们是一个朝代的人吗？有话快说，本小姐还没吃早饭，我娘也饿着。毒又毒不了，打又打不过，惹不起我还躲不起。鬼来了！他要拉人去荒山陪葬啊！我呵，燕窝、人参、鹿茸，这一看就是混的好父亲起的私货。吃了这些补品还流连女人床上，往后啊就该传出不举的名声了。这毒不夺命，却够那些姨娘小妾难受一阵，重的还能毁容。老爷，刚才那到底是人是鬼？他放在地的那口茶，我可是喝下去了。鬼，拿得起茶水吗？大白天的，哪来的鬼？那逆女根本没死，她何时进的府？谁准她回来的？为何无人禀报本相？娘，大姐她不是下葬了吗？埋了的人还能活着回来？都下葬又爬回来，身上难保沾了不干净的东西，这般不吉利，进了府，只怕要冲撞老爷的仕途啊！相爷，老夫人晕倒了，李嬷嬷也晕倒了。今早谁去过老夫人院子？守门的说，一早曾见大小姐进了吉福院。赵大夫，我母亲怎么样了？老夫人寒疾入体，如今高热不退，须得好药与上好补品温养。相爷，我们进来时窗户全开着，后门帘也被撩起，老夫人和李嬷嬷就倒在门口。好个逆女！王叔，
把这几个不会伺候的贱婢统统发卖到勾栏院去。老爷息怒，这些老人熟悉母亲脾性，处置了他们，母亲醒来怕要怪罪，不如留着，待母亲醒了再罚。还是夫人思虑周全，你们都起来吧。多谢二夫人替你们求情。那逆女，本相这就去找她算账。来的比我料的晚多了，真不中用。这一巴掌得让娘亲看个够。燕儿，我的燕儿！你这大夫人怎么当的？女儿回来不禀报本相，闹得满府人仰马翻。娘亲眼里有恨了，往后我收拾这渣爹，她才不会心软。你祖母高热不退，若有个3长2短，你这不孝女就去给你祖母陪葬。老爷消消气儿，姐姐是见大小姐回来太欢喜，才忘了通报。滚一边去！本夫人与丞相说话，没你这个小妾插嘴的份儿。你说谁小妾？我娘是平妻，和你地位一样。平妻？整个紫圣国独穆丞相家一份的平妻，还是个尚书府看不中的庶女。外头都说穆相把外室接回家抬成平妻，是紫圣国头一个怪胎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这些年我为幕府贴补多少银两，为你的面子答应抬平妻，让私生子女摇身成了嫡子嫡女，女儿死而复生。你可曾问过一句，她怎么从坟里爬出来的？没有，你进门只知斥责，动手打人。穆丞相，自你打女儿这一巴掌起，我们夫妻情分已尽。从今日起，本夫人再不贴补幕府1个银子，明日我便带女儿去别院养病。玉荣，这些年辛苦你了，可幕府离不开你，管家权还是放回你手中，如何？雨荣，这名字我10多年没听你唤了。穆丞相，你在意的从来不是我和女儿，是这府里的银子。我心意已决，不必再说。启禀相主，宫里传圣旨的公公到了。都随本相去前厅跪听圣旨。上跪天天，下跪父母，我还从没对一张破圣旨磕个头。娘亲，我们也去吗？得去，这是圣旨，若被有心人传出闲话，对你不利。哎呦，穆丞相，咱家在这儿恭喜您，贺喜您了，大喜呀！王公公有劳，敢问这喜从何而来？一会儿丞相就知道了。人都齐了吗？咱家要宣旨了。家母卧病下不了床，其余人都在。众人跪下接旨。上跪天地，下跪父母，一张纸也想让我磕头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幕府大小姐因病去世，解除与三皇子的婚约。原主还定过三皇子，死一回，倒把这烂摊子退干净了。都别急着起，咱家还有第2道圣旨。2句话的事分2张纸写，你们皇宫的纸不要钱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穆丞相之2女穆淑雪贤良淑德，温婉大方，品貌出众，与三皇子实乃天作良缘，故许配三皇子为妃，待即家完婚，钦此。谢皇上恩典，雪儿谢皇上恩典。吾皇万岁！穆家世代还是皇亲国戚，是皇亲国戚。许配为妃，可没写正妃。皇家侧妃和官家的妾有什么两样？皇子还能娶2个？娘亲，这纸里只写为妃，没写正妃，这一家子磕得倒欢。一道纸里藏着刺，偏偏满屋子人只看见风光。恭喜穆丞相，快把圣旨接了吧，咱家还得回去伺候皇上。传言不假，穆丞相出手就是阔绰。父亲，我的那道圣旨就由我自己收着。2小姐果然与众不同，这通身气概与三皇子最是般配，咱家先恭喜2小姐了。王公公，你认错人了，我是幕府大小姐穆凤嫣。咱家知道您是幕府什么？您说您是大小姐？幕府大小姐昨日不是已经下葬了吗？穆丞相，这到底怎么一回事？咱家好回去禀告皇上。公公明鉴，小女昨日确实已下葬，只是因某种缘故死而复生，本也是今早才知晓。某种缘故，还望公公在皇上面前替本相美言几句。咱家还要回宫复命，先走一步。跑得倒快，这一趟回宫，够你们皇上睡不着了。皇后娘娘，幕府大小姐已经死了，那4天间陈大人说的奉命之相，是不是就不作数了？死了便死了，
幕府不是还有个二小姐，可没说让她做傲儿的正妃。她娘亲是庶女出身，这样的门第怎配得上本宫皇儿的正妃之位？可幕府那份家底和穆丞相的支持，傲儿用得上。娘娘思虑周全，那正妃之位，娘娘心里可有人选？本宫慢慢挑，慢慢看。傲儿的谋略心计胜过其他皇子，这储位，本宫替他争。老奴今日听说幕府那边有些变动，容老奴出去替娘娘打探打探。皇上，幕府大小姐昨日下葬，今日却活生生站在奴才跟前。穆丞相亲口说是死而复生，连他自个儿都不知缘由。死而复生，去把司天监的陈大人给朕叫来。奴才遵命。你先下去。陈大人说过，穆家这女儿有凤命，得此女者得天下，朕才把她赐给傲儿。如今退婚的旨已经下了，断没有收回的道理。陈大人起来，朕问你，你可听说过死而复生之人？回皇上，微臣先师说过，死而复生之人，要么大吉，要么大凶。此话怎讲？死过的人因果已断，如若复生，因果再续，心性已被扭转。此人或暴虐杀尽天下生灵，或心善拯救芸芸大圣。那朕再问你，若穆丞相之女穆凤烟死而复生，你作何解释？皇上，穆大小姐若真死而复生，于我紫圣国是一场大劫难。她原本的天命八字已随生死扭转，命格反转，会给她身边之人带来大难。一个手不能提、肩不能扛的病弱女子，能带来什么大难？那朕直接把她杀了，可好？万万不可，此乃天命难违。皇上若执意如此，圣国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大难，好啊！朕那位摄政王皇帝中了剧毒，还能逃过暗卫之杀，手里握着父皇留下的10万赤灵军，他在位一日，朕便难安一日。既然天命难违，就把穆大小姐许配给摄政王为妃，让他把灾难都带给他。万万不可！够了，摄政王的八字不必再说。陈大人下去吧。臣告退。是不是年纪大了，占星也不灵眼了？紫圣国要变天了，不是整个天下都要变天了。凤女归来，重洗天下，天命不可违呀！老臣没敢说完的是，摄政王的命格与重生之前的穆大小姐相煞，那时若赐婚，摄政王不出半年必死于非命。可复生之后，他的命格已然调转，与摄政王极其相配。他不但能扭转乾坤，还能把摄政王死于非命的命一并扭回来。皇上啊，您这一道旨是把天定的良缘亲手送上门了。王爷，王公公一出国门就往咱们府上来了，怀里揣着2道赐婚圣旨，一道给穆府大小姐，一道给王爷。穆凤烟，王爷，不如咱们不开门，只说王爷外出公干未归。往常这王公公哪次不是被打得屁滚尿流才罢休？我一定是看错了。王爷自10岁那年母妃死在宫里，就再没笑过。今早他把亲祖母从榻上一路拖到门口，这样胆大包天的姑娘，还有什么不敢做的？让她做本王的王妃，应该很有趣。清风，去把王公公手里的圣接了，再给他一份打赏，别让外人说摄政王府不懂规矩。王爷，您说接旨，还打赏？愣着干什么？快去！属下遵命。这就接了？摄政王府今日竟这般好说话，莫不是王爷不在府里？管他呢，差事办成便好，还得去穆丞相家宣旨。昨夜王爷还在打听穆大小姐，我明白了，王爷这是看上人家姑娘了。娘亲那边的贵重物件都收好了，一会儿还得出门买丫鬟，这院子连个看门的都没剩下。沁心院，娘亲种满花草，是盼女儿在香气里健健康康长大。可她的女儿终究是没了，如今住在这副身子里的是我。主人已死，院子凋落，倒是应景，处处都是娘亲的心思，就为了让病重的女儿有一丝好心情。怪不得穆淑雪次次来都要冷嘲热讽，她拿不出一样比得过原主的，只能拿一副好身子来炫耀。娘亲的心血，一件都别想留给他们，值钱的早被他们搬空了。不急，等我这身子养好，穆府的东西我一样一样搬回来。若有人来问我一个病弱丫头哪搬得动桌椅板凳，这头疼留给他们慢慢想。空间里的清泉涌出来了，这水的气息不寻常。大小姐，宫里的王公公又来了，说还有圣旨，老爷让您和大夫人赶紧去前厅接旨。退婚的旨才下不到半日，又来一道。狗皇帝，这回你又想把我许给谁？出水了，
前世我试了多少法子都不出一滴，换了副身子，他反倒活了。清泉出水，可治百病，解百毒。康健者饮之强身，有暗疾者饮之痊愈，只剩一口气者饮之保命。活死人，肉白骨，那就叫你灵泉水。这副烂身子，半年我能给他换个模样。摄政王身上那20种毒，有灵泉在，断不上难事。可若一副药就治好了，他凭什么欠我人情？得慢慢治，一味一味解，他才会一直记着我。嫣儿，收好了，不值钱的都别要，只带贵重的。到了别院，娘亲重新置办。这一屋子摆设，哪样不值千两？连床幔都是云锦，我这娘亲怕是全紫圣国最豪横的。娘亲，我们今日就去别院吧。别院远吗？不远，就在城郊。那是娘当年为给你长病治下的产业，环境清幽，马车半个时辰，就怕你身子吃不消。我撑住，买了丫鬟就直接过去。这府里，我一刻也不想多待。好，娘亲也早想走了。剩下这些身外之物，扔了便扔了。等你养好病，娘亲给你买更好的。娘亲，我方才在你屋里落了样东西，你在门口等我一下。去吧，不着急。娘亲的心血，一件都别想留给他们。娘亲，拿到了，我们走。走吧，那些东西不值钱，舍了就舍了。娘亲放心，那些东西谁也拿不走。大夫人、大小姐，相爷让二位速去前厅听圣旨。上午的旨才接完，怎么又来一道？夫人，你提着包袱要去哪儿？穆丞相，我早说过，女儿需要静养，我带她去别院养身子。恭喜大夫人，贺喜大夫人，穆大小姐的喜事儿到了。王公公此话何意？娘，什么喜事？他还能有什么喜事？一会儿便知。穆丞相，人都齐了吧？咱家开始宣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穆家之女穆凤嫣，聪慧善良，贤淑大方，温婉贤良，品貌出众，身体康健，与朕的皇帝摄政王叶灵珩很是般配，特赐婚于穆凤嫣及笄之后便可大婚，钦此。身体康健，品貌出众，全紫圣国谁不知穆家大小姐常年卧榻，要食不离口？狗皇帝，这道旨不是赐婚，是当众打我的脸。好，你既这么写，我便这么长。半年之后，聪慧善良，品貌出众，身体康健，一样一样长齐，气死你！娘，我的圣旨上没写正妃还是侧妃，她却是正妃。他家摄政王那是皇上的皇帝，他辈分上高一级，他成了我的皇婶。闭嘴！也对啊，我以后就是穆淑雪的皇婶，他们不高兴，那我就高兴了。穆大小姐，接旨吧。臣女接旨，谢皇上恩典。穆丞相客气。哎，大夫人，二位提着包袱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小女身子不好，去别院休养一阵，等真正康健了再回来。对对，别院安宁，极适合休养。咱家告辞。急什么？你以为他真能活到大婚那天？在这府里住了10几年，走时候连辆马车，一个丫鬟都没有。娘亲要不要让府里备车？不必，娘不想再跟丞相府有半点牵连。我们带着银炮，自己去买马车，买丫鬟。小的见过穆大小姐，这是我们王爷派来的马车。王爷说，穆大小姐今日可能需要。昨日还对我喊打喊杀，今日满眼恭敬。这摄政王的消息也够快的，我前脚出门，后脚车就到了。嫣儿，你若不愿嫁，娘就算豁出这条命，也陪你反抗到底。娘亲放心，我没事。摄政王到底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若没有他，女儿今日还躺在坟里。车既然来了，我们就坐，也快些。大夫人，大小姐呢？回相爷，他们坐着马车走了。谁的马车？看车上的标志，好像是摄政王府的马车。娘，穆凤嫣怎么转身就嫁了摄政王？她以后就是我皇婶了，我不要她做我皇婶。傻女儿，娘教过你多少回，遇事要沉着。你真以为她能活到大婚那天？娘亲这话什么意思？整个紫圣国谁不知道，皇上与摄政王表面和气，私下斗了这些年也分出胜负，偏在这时候把她嫁过去。摄政王生性暴虐，喜怒无常，杀人如麻，他会乖乖受这道旨？说不定哪日不高兴，就把那小贱人杀了，一了百了。对啊，那我们什么都不必做，只等着看好戏。不能光等，上回那慢性毒药竟让他又活过来了，这次让赵府仪配些烈性的，吃了死得透透的那种。至于怎么下，什么时候下，我们从长计议。娘亲，大夫人走时什么都没带，
他房里那些摆件，一件至少值上千两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搬过来？既然他们走了，就是不要了，放着没人用，岂不浪费？来人，小翠，你去大夫人院子把值钱的东西都搬过来，我看看是卖了还是留给老夫人用。是，多带几个丫鬟，别来回跑。启禀二夫人，大夫人的院子什么都没有了，每间房都是空的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他们走的时候只有一个小包袱，你这狗奴才是不是眼瞎了？回二夫人，确实什么都没有了，每间房都空着，连什么连？再吞吞吐吐，小心你的狗命！连每间房的床榻都没了，小厨房的锅碗瓢盆一件不剩。昨夜我们还在静雅院，一早也没见有人搬东西，这么大的床榻怎么会凭空没了？邪门，你先下去，女儿，我们去找你父亲。嫣儿，饿了？也是，忙了一上午，午膳都没吃。前头不远就是贺一楼，那是娘亲的酒楼，中午就去那儿用膳。你想吃什么点什么。娘亲还有酒楼，好，我要尝尝。清风，先去贺一楼用午膳，用完膳再去雅好买丫鬟。好的，穆大小姐。2层，装修气派，在圣徒也算数1数2了。娘亲，你这产业不小，有2道视线一直盯着我，没有恶意，可被人这么看着，很不舒服。躲得挺严实。云蝶，楼下那不是你府上的马车？还有那位丞相府大夫人韩氏，她旁边那个小姑娘是谁？那就是穆凤烟，丞相府的穆大小姐。啊，这就是你未来的王妃？也太瘦小了吧！不过那双眼睛倒是灵动，像会说话。她从马车上跳下来那一下是练过的，有身手，只是不知高低。说什么来着？我们隔着窗幔看她，她都能觉出来。这小姑娘机警得很，你找了个厉害王妃，能不厉害吗？连孙神医都查不出的毒，她一搭脉就知道了。这么神？林觉，外头传你这王妃从坟墓里出来的事儿，都传出好几个版本了，你怎么看？都有什么版本？说给本王听听。一说她命硬，阎王爷都不收，到了阎王殿又被赶回来；二说她从坟里爬出来是专门克人的，皇上让司天监陈大人占过卜，说她是大凶，所以急着把她赐给你；三说她根本没死，是穆丞相放的谣。最离谱的是，说她是被人扒出来的，一伙盗墓贼想偷她陪葬的值钱物件，东西没偷着，反把她惊醒了。那几个贼当场吓死在坟边，替她去阎王爷那儿报道了。哎，这可不是我说的，是圣都百姓传得沸沸扬扬。这些谣言没一个说对的。本王的未来王妃，是本王亲自让人从坟墓里扒出来的。你说真的？这也太匪夷所思了。千真万确。他从坟里爬出来时，把清风他们吓得不轻。人拉出来后，他给了本王一粒药丸，解了本王身上的剧毒。若不是他，今日未必还有命与你坐着品茶。走南闯北这些年，我自认见过的离奇事不少，今日全被你一句话颠覆了。等等，你怎么偏把我约在这家茶楼？这酒楼是韩氏名下的，他们赶了半日路，午时必来此用膳。好啊你是特意来看他的。接了那道赐婚圣旨，那小姑娘会是什么心情呢？本王什么时候也这么无聊的在一起一个女子的情绪了？大小姐，外面传得沸沸扬扬，说小小姐活着回来了，还赐婚给了摄政王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刘叔别急，慢慢说，我们都好好的。嫣儿，快来见过刘叔。刘叔好。哎呦，小姐使不得，老奴一个下人怎能受您的礼？刘叔，这一礼你受得。这些年我在府中照顾嫣儿，外头的生意全靠你照看，我才没了后顾之忧。大小姐别这么说，老爷夫人临走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您，让老奴好好帮您打理产业。当初大小姐让老奴每个月给小梅烧银票，老奴就知道大小姐是没了活下去的念想了。如今好了，小小姐回来了，大小姐又有了盼头，老奴再也不用烧那银票了。娘亲别难过，往后你还有我，只要有我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好，只要嫣儿好好的，娘怎么样都行。好快的身手。穆大小姐有何吩咐？我们要用膳了，你也坐下一起吃吧。小的不敢，小的在楼下随便吃点就行。刘叔，这位是摄政王的侍卫，你帮我好好招待他。
你在被人追杀，不关小姐的事，速速离去，免得受牵连。你已中毒，我若此刻离去，你便是逃过追杀，也会中毒而亡。恰巧我会医术，更会解毒，是生是死，全凭你自己。我给你3息，择生择死，自己定夺。小姐留步，求小姐救我一命！我的同伴为拖住追兵，尽数丧命。如今我孤家寡人，若小姐不弃，愿在小姐左右效力。你被仇家追杀，跟了我，岂不是给我惹麻烦？他们未看清我容貌，报完您的恩，我才去报仇，绝不为小姐招半分祸害。我可以收下你，但日后必须听我差遣，不得私自报仇。属下愿誓死跟随小姐。吃了它，解你身上的毒，其余伤口回去再上药，死不了。可有名字？请小姐赐名。你往后跟着我，就叫木山吧。多谢小姐赐名。穆大小姐，出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我刚收了个手下，你先把他藏进马车，免得追兵找来。这才多大功夫，收束属像买菜一样快。小姑娘，方才可见一个受伤的男子，往哪儿去了？李举，你这王妃可不一般，哪个大家闺秀敢救一个受伤男子？她不但救了，还收服了他。本王的未来王妃能是一般人？再说，一般人也配不上本王。尽快查一查那男子的来历。几天不见，你这不近女色的摄政王，怎么这般关心一个女子？从前那些官家女子被宫里嬷嬷教得像一个模子刻出来，甚是无趣。本王的王妃与他们不同。说起来，四美之首柳灵薇一心想嫁给你，整个圣都都知道。她若听说你有了王妃，怕是要伤心断肠了。听说穆丞相家那位大小姐又活了，还指婚给了摄政王。下过葬的女子，怎么配得上我们战神王爷？帝师家的嫡孙女柳灵薇才貌双全，那样的女子才配得上摄政王。娘亲，快吃啊，很好吃的。嫣儿，别在意底下那些人的话，在娘心里你是最好的。娘，我不在意，我又不了解摄政王是什么样的人，怎会稀里糊涂嫁给他？何况我要的是一生一世一双人。若他日后喜欢上别人，写封退婚书，各自婚嫁，互不相扰。这样的人若找不到，我这辈子宁可不嫁。说得对，你还小，不急。娘亲别怕，这是我方才救下的人，叫木山，往后跟着我做事。见过夫人。你伤得重不重？要不先找个地方替你治治。夫人，都是皮外伤，不打紧。把这个吃下去，伤口好得快。多谢小姐，多谢夫人，属下这条命往后就交给小姐了。夫人、小姐快请坐，我这刚来了一批上等丫鬟小厮，原是大户人家的，府上落惯才发卖，做惯了事儿，机灵得很。把人都叫来，让我们挑挑。娘，我看好了就告诉你，想选几个就选几个，娘不差钱。你们都抬起头来，让我看看。你站出来。奴婢见过小姐。起来回话，你以前不是丫鬟吧？回小姐，奴婢家世代经商，家父被奸人所害，抄了家，奴婢才被发卖至此。可识字，奴婢自小识字，家父闲时还教奴婢经商之道，不着痕迹的表明长处，是个聪明人。你们呢？回小姐，我们原是大户家生子，主家家破人亡才被发卖，求小姐收留。奴婢们做事勤勤恳恳，绝不招惹麻烦。眼里都是真情，不作假。我要的是忠心的人。娘，都要了。把卖身契都拿来，一并买下。谢小姐夫人收留，老天开眼，父母在天有灵。韩叔，不必行此大礼。这些年你和韩婶身体可好？大小姐，老奴都好。看您平安，老奴这几日的心才落了地。外头那些谣言可把老奴担心坏了。嫣儿，快见过你韩叔，你小时候他常带你玩耍。韩叔好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，小小姐平安就好。清风，进去喝盏茶吗？多谢穆大小姐，在下还要回府向王爷复命，就先告辞了。替我谢谢你们王爷的马车，辛苦你了。风景秀丽，易修养，这座山更适合打暗中培养我的势力。
老奴见过大小姐，这些年可还好？寒生好，这真是小小姐，太好了！老爷夫人在天上看见你们平安，定会开心的。娘，往后女儿都陪着你，我们在别院这段日子就把所有烦恼都忘了，好好歇一歇。说得对，不值得的人不必再伤感。韩嫂，我想吃你做的饭了，念了这么多年呢。这有何难？老奴这就去准备晚膳。你说穆凤烟又活了？她不是早已下葬？千真万确，宣旨的小太监亲眼所见，他已与傲儿解了婚约。若那凤女之相还灵验，那座侧妃倒也……娘娘，奴婢听说皇上给摄政王赐婚了，就是穆丞相嫡女穆凤烟。什么？皇上与摄政王势同水火，怎会把他册婚过去？苏嬷嬷，快去找王公公看个明白。奴婢塞了银子，王公公说陈大人悼死而复生者，或大凶或大吉，皇上定他是大凶，赐婚是想让他克死摄政王。本宫就说皇上不会无缘无故赐婚，幸华皇儿早与他解了婚约。一夜之间办得干干净净，管家竟毫不知情。难道那逆城真被不干净的东西附了身？明儿，我看见你大女儿的魂魄回来了。母亲，那逆女没死，大清早的吓唬全府，搞得鸡飞狗跳。没死？好，让她过来给我磕头认罪。我要她跪祠堂，跪不够3天3夜，甭想出来。母亲，大夫人临走前说，往后不自再给府里贴补了，说大小姐调养身体要花许多银两。什么？那还是竟敢不贴补？谁给他的胆子？把他给我叫过来！还不快去请府尹！王爷，属下已将穆大小姐送到别院。她说谢谢王爷的马车，还算这丫头有良心。今日穆大小姐收了个属下，取名穆山。此人有些身手，却不算高强。我已让东方轩去查他底细，有问题再做定夺。王爷何时知道的？还惊动了东方公子。王爷这是对穆大小姐上心了。下去吧。是，王爷。这前世我用剑法都逼不出一滴水，到了这异世，竟自己冒了出来。难道这是天意？医书、毒药、灵泉都还在。为了那些仇人，我煞费的苦心，这一世一样都用得上。我的小药园还在，旁边怎么多出这么大一片地？这土质与药田不同，是种粮食的地。前世我试过，药店里种粮一粒都不长。先是灵泉自己冒出来，如今又多出良田，难道真是天意让我来这异世？种就种吧，这空间的东西随我意念操作，成熟一念便可收获。白得的粮食，说明在这世上我饿不死。更何况空间里1天，抵外头10天，我想做什么都来得及。入口甘甜，下腹暖洋洋的，对这具柴弱的身子是大补。不能多喝，这身子被毒素侵蚀了14年，一次补太紧，反倒撑不住。三皇子，恭喜！皇上已下旨，将丞相府2小姐穆淑雪赐婚于您，待她及笄，便可完婚了。三哥，听说了吗？那个穆凤烟与你解除婚约，转头就被指婚给了九皇叔。明日整个紫圣国都会知道，死而复生的穆凤烟指婚摄政王。三哥，你之前说的那个占卜，他死了也就罢了，如今诡异的活了，还嫁去摄政王府，那预言还当真吗？父皇也召见过4天见陈大人，宫里传来的话是：死而复生者，或大凶或大吉。父皇认定是大凶，才赐给九皇叔。可若是大吉呢？九皇叔的权势本就压得住半朝，再添一个凤女为助重，将来三哥登基，还搬得动他这座大山。三哥，不如趁穆凤轩年纪还小，他能死1次，肯定还能死第2次。第2次要让他死得透透的。今日他与他娘亲已去了郊外别院休养，人少路远，正是下手的好时机。暂且不要轻举妄动，这赐婚，九皇叔未必真结，他何时任凭父皇仿复过？圣旨对他如同虚设，不用我们动手，九皇叔自己就会解决了穆凤烟。若他不解决呢？那便我们替他解决。杀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能有多难？三哥说的也是，一个弱女子日后能有什么能耐？皇上怎么就给摄政王赐婚了？偏偏是那个死了又活过来的穆凤烟。13岁那年，我见他一面，风光霁月，俊美绝伦，一身王者之气。那时我就认定，
此生只嫁的。这紫圣国除了当今皇上，只有摄政王配得上我。小姐，夜深了，喝口茶润润喉吧。小姐，老太爷说过多少回了，摄政王与皇上不和，这门亲事想都不能想。我不管，我再去求祖父一次。父亲，皇上把穆凤烟赐婚给摄政王，此举所谓何意？圣心难测。不过关于穆凤烟的凤女之说，我倒从司天监陈大人那里听过一回。什么凤女之说？有岑大人就醉了，说穆丞相家的嫡长女有凤女之相，得是得天下。皇后这才急着让皇上把她指婚给三皇子，谁知那丫头不争气，竟死了。可她又活了，满城风雨，传的有好几种说法，是又活了。怎么从坟里爬出来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活了之后，皇上召见了陈大人，陈大人一出御书房，圣旨就下了。陈大人到底说了什么？皇上竟这般着急？不曾得知，但我猜必不是好事。以皇上的脾性，若那穆凤烟是个好的，怎会急着把她塞给摄政王？谁？威尔，你怎么在门外？父亲，我……别站在外头了，进来吧。威尔，这么晚了，找祖父有什么事？祖爷，求您帮我，请皇上下一道赐婚圣旨，我想嫁给摄政王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摄政王已有王妃了，你想都别想。祖父，侧妃也可以，威儿除了摄政王，谁也不嫁。父亲消消气，威儿年纪小，不懂里头的利害关系，别把身子气坏了。我从未见祖父发过这么大的火。我堂堂帝师的孙女，去给摄政王当小妾，你把祖父的脸面置于何地？把你父亲的脸面置于何地？满朝文武笑我柳家，你就如意了？不是的，祖父，威儿没有。别说了，你已过及逼，你与三皇子极般配，三皇子对你也有意。明日我便请旨，让皇上给你与三皇子赐婚。可祖父，三皇子已有穆丞相的二女面为妃了。那个穆淑雪做不了正妃，正妃之位现下空缺。明日我便请旨，让皇上赐你为三皇子为正妃。不，祖父，我自始至终心里只有一人，就是摄政王。你嫁了摄政王，可想过整个刘府？你是把刘府推到皇上的对立面，他日摄政倒台，便是我刘府灭父亡，只要整个刘府吗？刘府陪葬。威尔，摄政王不是你的良配，此人心狠手辣，不近女色。我听说摄政王府除了厨房几个丫鬟婆子，满府都是侍卫。威儿听祖父。来人，把小姐扶回闺房，好好伺候着。父亲，威儿这无妨，明日我便请旨。皇上本也有意让她嫁三皇子，我孙女眼光是极好的，全紫圣国再不比摄政王出色的男儿，可立场不同，再也是无用。我万万不会拿整个刘府去试军戏。这是把体内的毒素废物全排出来了，不行，若被丫鬟闻见，我这脸往哪儿搁？这么快就满了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有这一池水，什么伤什么毒我都不怕了。以后每日也给娘亲喝一些，她被那府里熬了10几年，也该补回来。这手葱白似的，指甲都透着粉，肌肤像剥了壳的鸡蛋，疤全没了。与前世的我有7、8分像，不，比前世还漂亮几分。就是这身板小了些，也罢，慢慢养。6、7成，骨头都变了。再在空间里练，加上这一世的轻功，前世的鼓舞，这世上想杀我的人都得排队等着。好东西不能浪费，浇了药甜，药效说不定出奇的好。不对，昨日还是一张灰败脸，府里新买的几10个丫鬟小厮，眼睛不是瞎的。一天一个变化，才不会引人注意。身轻如燕，昨日走几步就要歇，今日健步如飞。老爷，妾身今日新学了一支曲子，弹给您听。不听曲了。今日在朝上耗了一整日，太累了，睡吧。以前从不是这样的。够了，滚开！本相方才刺史，身体向来强健，为何近日总觉得身体不适？是身染隐疾，还是遭人暗中算计？若是遭人暗中算计，那万万不可传唤溥仪。赵溥仪口风不牢，待到天明，我便乔装遮掩，悄悄出府寻访良医。
这位大人，你不要急，你不要急。你认得本？你认得我？不认得，小的不认得，求大人放过小的。还好没被认出，此事若传出去，本相这张脸还往哪儿搁？大夫在不在？有病看病，为何为难我徒弟？放心，看完便放。你先给我切脉，看我这病还有没有救。只切脉便可，少废话。这病，老夫看不了。为何？你不是大夫吗？你这脉象似病非病，老夫行医半辈子，从未见过。恕老夫无能，你即便杀了老夫，也治不好你的病。这真是二小姐，太吓人了，我不敢近前。夫人，你醒醒！满府姨娘小妾一夜全变了脸，我一个也治不出来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病？从今日起，你们便是我沐凤烟的人，往后只听我娘亲与我的命令，旁人无权差遣你们。第一条也是最要紧的，绝对的忠诚，若有被经发现，当场格杀。第二条，绝对的听话，命令即刻执行，不该问的不问，不该听的不听。第三条，护主，在外不卑不亢，谁欺负你们就打回去，他们不依不饶，回来告诉我，天塌下来我顶着。你们只认2位主子，记住，我就是丞相府的大小姐沐凤烟，跟着我没有什么不可能。都起来吧，识字的有特长的站出来。大小姐，我力气大，算特长吗？算。这4个机灵的与那胖丫鬟给我。你以前叫什么？回夫人叫二丫，那便还叫二丫。这4个从左到右，春夏秋冬。我的4个以草药为名：白芷、桂枝、刺少、山茶。白芷，你家从前是做什么的？回小姐，家里本是经商的大户，被人暗中算计，爹娘被害，弟弟下落不明。你可想报仇？说实话。想，非常想。可奴婢一介弱女子，没那本事。跟着我，没有什么不可能。往后我给你报仇的机会，只要你记住一个字：忠。谢小姐，谢小姐。木山，伤势如何？回小姐，医好80%。那药丸神效，属下从未见过。吃了它，明日便能痊愈。明日你去买一座进山的大宅，其余的买了再说。是，小姐。王叔，去问府里出了何事？相爷，二夫人、二小姐并众位姨娘一夜之间满脸起红包流脓，府医查不出缘由，毫无办法。废物！那老夫人呢？老夫人无恙，已换方歇下。王叔，速去城中请王大夫入府诊治。爹爹，女儿脸上起了好多红包，您快请好大夫，女儿还要嫁给三皇子，万万不能毁了容啊！雪儿，把围帽摘了，让为父瞧瞧。怎会如此？爹爹，您快帮女儿寻大夫，女儿不想做丑八怪，女儿还要嫁三皇子呀！对，雪儿嫁的是三皇子，她若毁了容，嫁不成，本相岂不成不了皇亲国戚？雪儿，你先回房等着，爹已让王叔去请王大夫了。老爷，不好了！二夫人想不开，要上吊自尽，奴婢们拦不住。什么？带路！上吊？我娘那么怕死，怎会舍得上吊？夫人不想活了，这么丑的脸，我还有什么脸见老爷？夫人千万想不开不得啊！老爷对夫人的宠爱，我们都看在眼里，脸一定能治好的。真的吗？可老爷到这会儿都没来看妾身一眼。夫人别怕，本相已让王叔去请圣都最好的大夫，一会儿就到。相爷，妾身这般丑陋，没脸见您了，不如一死百了。说什么傻话！你是本相的夫人，本相还请不来大夫治你的脸。妾身就知道，相爷心里最疼妾身。老爷，您说怎么自从大小姐回来之后，幕府就整天人仰马翻的？她在坟里躺过一回，是不是真沾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冲撞了整个幕府？那下一步，老爷您会不会……官位，本相的官位，还有本相这半年不举，也是他回来之后才有的。谁挡了本相的仕途，就算是亲生女儿也留不得。成了，这把刀老爷自己会举起来。老爷，
赵姨娘浑身瘙痒的难受，请老爷过去看看。赵妹妹只是身上痒，脸上没起红包流脓。回夫人，姨娘脸上干净，只是身上痒得厉害。夫人，本相去瞧瞧赵姨娘那边是什么情形。也好，老爷去看看赵妹妹，也顺道瞧瞧别的妹妹们。本相就知夫人识大体，大夫一来，本相立刻打发他先来你院里。娘亲，你怎么能让爹爹走了？他去了那狐狸精房里，还惦记我们。雪儿，遇事要忍，眼下不是收拾赵姨娘的时候。我们的正事是把大夫人赶下堂，让你做府里唯一的嫡出大小姐。可那小贱人已指婚摄政王，爹爹哪敢动大夫人？她能不能活到成婚还不知道呢。你要记住，你爹最在乎的是官职，只要在这上头做足文章，你爹不把大夫人赶下去？况且大夫人如今分家出去，一文钱都不在贴补府里，爹还会像从前那样睁只眼闭只眼？娘，我这脸还能好吗？我不想做丑八怪。别急，大夫就来了。你别忘了，你与三皇子还有婚约，你爹不会不管你的。老爷，妾身浑身痒得难受，府医把过脉了，说身体并无大碍，可妾身实在痒得钻心。花儿别怕，外头有名的大夫已在路上了。老爷，妾身真的好难受。去看大夫来了没有？来了，立刻带到这院里来。王大夫如何？这位夫人应是吃了什么不干净东西，才致浑身瘙痒。老夫先开一副方子，若起色便好，若还不行，只能有劳大夫了。小蝶，快去抓药，我实在痒得撑不住了。小翠姐姐，老爷正在里头安慰姨娘，你这会儿进去不合规矩吧？启禀老爷，二小姐的脸疼得厉害，夫人让奴婢来问王大夫可给赵姨娘看好了。夫人说，若耽误了二小姐的脸，与三皇子的婚约恐怕要生变。对，王大夫，快随本相去看小女淑雪的脸，她的脸万万不能出问题。姨娘，那小翠太嚣张了。奴婢说老爷正安慰姨娘不便进去，她一把就把奴婢推开，还说二小姐的脸出了事谁负责？谁让她是二夫人呢？我只是个小小的姨娘，连丫鬟都能气到我头上。姨娘，老爷平日最疼您，有什么好东西都偷偷先给您，连二夫人都没有份儿。既然老爷能把二夫人抬成平妻，为何不能把姨娘也抬成平妻？全府上下除了二夫人，只有姨娘给老爷生了儿子。姨娘一旦抬了平妻，二少爷就不是庶出，也是嫡出的了。这话说给我听听便罢，出了这院子一个字都不许提，不然人家还以为是我教唆的。尤其别叫老夫人知道。奴婢明白，奴婢只是替姨娘不值。那二夫人事事压姨娘一头。哼，她是尚书府出来的官家女，虽是庶出，我一个从青楼出来的怎么比？可你没瞧见吗？连大夫人都得靠边站。老爷足有3年没进过她的院子。姨娘哪能跟大夫人比？您有儿子，她只有个病秧子女儿，死过一回了，还不知能不能活到嫁摄政王呢。够了，这不是你一个丫鬟能议的。下去看看我的药熬好了没有。为了杰儿，这枕边风我倒真该吹一吹。小姐这病，老夫行医数十年，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像是中毒，又不像中毒。老夫只能先开些消肿化脓的药。你个庸医，你到底会不会治病？什么叫有中毒又不像中毒？恕老夫医术浅薄，二小姐另请高明吧。王大夫息怒，小女心急才口无遮拦，看在本相的面子上，饶她这一回。雪儿，你再无理取闹，本相绝不再为你请第2个大夫。二夫人、二小姐，还有府中其余症状相同的姨娘，都用这一张方子，服完再看情形。听说相府一夜之间人仰马翻，满府起脓包。小姐，那可是您的家，那些人与我何干？桂枝，你会针线活？会。奴婢的娘曾是江南有名的绣娘，病故前把一身针线活都交给了奴婢，只要小姐给样子，奴婢就能做出来。去韩叔那里取批黑色布例，就说我用。是，小姐。乍看像暗卫的夜行衣，可这一处收口，这一处藏带，比这世上的暗卫穿着利落10倍。往后夜里出门办事，总得有一身合身的好衣裳。王爷，孙神医回府了。哦，他还敢回来？他以为本王没了他就会发身亡，还带了他徒弟沈梦柔一同回来，说是要留在府中替王爷调理身体。本王也有未来的王妃帮着解毒，还用得着一个连师傅都不如的无名徒弟？王爷有所不知，这位沈姑娘名望极大，诊金千两，有人捧1万两黄金求诊，她都不见。她亲自随孙神医登门，外头许多人都看见了，此刻直接轰出去，怕损了王府名声。本王王府的名声好不好，何须一个女子来决定？轰出去。王爷不怕王府名声不好？
可民女若被轰出去，民女的名声就毁了。沈小姐，书房3丈内擅入，换旁人早已一刀了之。王爷，当今整个紫圣国，除了我师父，再找不出医术在我之上的人。民女求留在府中为王爷调理。那眼神不是给我的，是谁？捷足先登走进了他心里。多谢沈姑娘好意，本王调理身体的人已有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清风送客，传令下去，未经允许靠近书房3丈内者，格杀勿论。属下遵命。青侍卫，究竟是谁在为你家王爷调理身体？是医术比孙神医还高明的大夫。沈姑娘该知道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摄政王妃之位，我沈梦柔非争不可。王爷，穆大小姐说过，您体内毒性失衡多年，最要紧的根子在近期服的药。可那些药一直是孙神医开的，他从前兢兢业业，为何近来一反常态，反倒打破王爷体内的平衡？去查孙神医这半年与谁接触过，还有他性情突变的缘由。先让他在府里住着，不要打草惊蛇。至于他那个徒弟，找个由头赶出去。本王不想让人误会。是，属下明日便去传王爷的话，请沈小将离府。青云，你想吓死我啊？你笑得这么开心，我不在这几日，府里出什么事了？告诉你个天大的消息，王爷他心里有人了。哦，哪家姑娘入了王爷的眼？当然是那位未来王爷。不好，王爷怕是听见了，这锅让青云背去吧。孙神医，打扰了。清风侍卫来了，可有何事？既然孙神医与沈姑娘都在，那我便传王爷的命令了。王爷请沈姑娘即刻离开王府，我们王府向来不留女眷，除了将来的王妃。他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清风侍卫放心，老朽这就送柔儿去外头客栈，绝不给王爷添麻烦。如此便好，沈小姐只有半炷香收拾。你，师父，王妃，我对他一片出息。乖徒儿，王爷是什么人，为师比你清楚。你先去最近的客栈住下，剩下的事交给为师筹划，定让你嫁进摄政王府。只是你想清楚，王爷已有正妃，你进去只能是侧妃。师父，徒儿不在乎身份，只想嫁给王爷。好吧，但愿你日后不后悔。去收拾东西吧。老爷，翠红院的王妈妈来了。一个青楼老鸨来相府作甚？直接带去找二夫人便是。老爷，正是从二夫人那儿过来的。二夫人说账上没钱，让她来找您。罢了，让她进来。王妈妈见过丞相大人，大人安好。这点小事打发个小厮来说一声便是，何必亲自登门？哎呦，大人，我家小厮跑了2趟，都说二夫人病着见不着人，见不着人就结不了账。翠红院一大家子可就要断炊呀。数目不小，大夫人一走，这钱竟无处可出。王叔，去请二夫人。相爷寻妾身，可是为了银钱一事？把王妈妈的账结了，等大夫人回来，我让她一并还你。可库房实在没这么多银钱。从前翠红院的账都是大夫人结的，如今她去了别院，妾身也没办法呀。不管你用什么把法，今日必须把王妈妈银子结清。老爷，鹤影楼不是大夫人名下的产业，何不让王叔去那酒楼先支些银票？对，我怎没想到，王叔去大夫人酒楼取银票，想从我手里掏钱，做梦！那可是老爷喝花酒的账，我拿了才是傻子。老爷，鹤戏楼刘掌柜说，只认大夫人的印章才肯给银钱。二夫人，你去库房给王妈妈拿银两，本相知道夫人一定能替本相解了这桩小事。这是动了真怒，只是碍着外人没发作罢了。穆家的家底早被老爷花空了，全靠大夫人嫁妆贴补。快走去！这可是给雪儿留的嫁妆，给远儿留的束油，全搭进去了。哎呦，二夫人可算回来了，妈妈我都等快睡着了。夫人真是本相的贤内助，府里少不得你打理。丞相大人有这般端庄会持家的夫人，妈妈我都羡慕死了。老爷，库房早空了，妾身连雪儿的嫁妆、远儿的数学都典当搭进去了，如今是一分银子也没了。
你去别院问大夫人。王叔，他若还想坐这夫人的位子，这月银票今日就得拿出，否则休怪本相把他贬为妾室。相爷，老奴不知大夫人别院在何处。你就不会一家家去本相找吗？是，老奴这就亲自带人去找。若能用私房钱把她挤成妾室，往后她的嫁妆还不是任我拿捏？没想到桂枝手艺这般好，与我想的分毫不差。你们都出去，我试试。奴婢守在门口，小姐有事唤一声便是。与前世的练功服一般舒服，等衣服齐了，就该是动手了。小姐，前头传话，木山有事求见。木山办事竟这么快，走去前厅看看。属下见过小姐，院落已埋妥，就在这附近，是个3进出的宅子。这么快，房间够多呢。原主人是个生意失败的商人，急需银钱，属下便低价买下。很好，辛苦了。今日养好伤，明日用完早膳，在前厅等我，再吩咐你后头的事。是，小姐。娘亲，你们在忙什么？嫣儿，快来，娘让他们给你多做几身衣裳。从前你总卧在榻上，难得穿这些鲜亮衣服，这回每样都给你做几身替换。我的嫣儿生得这般出色，怎能没好衣裳穿？圣都凭的什么四美都不及你半分。娘亲，我还小，明年抽了个子就穿不着了，不必做这么多。没事儿，穿不着娘年年给你做，这些布匹都是留给你的，不必省。别家小姐一年得一身就不错了，娘要给我做好几身，传出去还不嫉妒风？夫人，门外有位自称丞相府的人求见。娘亲，丞相府的人怎么找来了？怕是翠红院讨账去了。每月这时候都是翠红院结账的日子，我们一走，他们没钱了才想起我。娘亲，你会他们钱吗？放心，娘不会再付出了。从前贴补是想你靠丞相府面寻个好夫婿，如今你既指婚摄政王，娘自然不再给他们一分银钱。娘亲正一步步放下那渣爹，我要把他从娘心里彻底挖出。把人带到前厅，我一会儿过去，倒要看看他们想干什么。大夫人竟又是当年模样，丞相留着这般好的妻女不知珍惜，日后必有后悔之时。老奴见过大夫人。王叔，作为何事？多谢大夫人。嫣儿身子病弱，需静养，若无要紧事，往后还望少些打扰。大夫人说的极是，丞相也很关心大小姐病情，命老奴来看看别院可都收拾妥当。不愧是跟惯丞相的人，说话比旁的下人有水平，可惜还是要碰壁。大夫人，老奴此来其实还有一事，是丞相要老奴带的话。大夫人，相爷说让您把这个月的银票交出，否则要将您贬为妾室。1个月没补贴府中，便要贬我为妾。我从前真是眼瞎，才当他是个好的。大夫人，府里如今艰难，二夫人、二小姐连带姨娘们都毁了容，还望您念旧情，帮衬一二。毁了容？他们能吃能喝，活蹦蹦乱跳。我的嫣儿当初病死时，他们可曾来探望一眼？王叔，我身子病弱，往后我娘的银钱全留着给我养身攒嫁妆。皇上赐婚我给摄政王为正妃，丞相若把我娘贬为妾，我便是庶女，让庶女嫁王爷当正妃，这是打谁的脸？回去问问丞相，他有几个脑袋，够皇上砍的。嫣儿的话就是我的话。王伯，送客。娘亲，你还好吗？放心，娘不会在丞相府任何一人难过了。若不是你未完婚，娘现在就想跟你父亲和离。娘亲，我支持你，你值得更好的，穆丞相配不上你。傻孩子，都是和离过的女人，还怎么再嫁？天下男人千千万，总有一位真心待你的，只要遇上了，娘亲便别推辞。那摄政王连皇上都不放在眼里，我若真贬了他娘，他一个不高兴就能灭我满府。传我的话，府中即日起节衣缩食，一切开销都给我省下来。老爷说，大夫人没被贬，我的私房钱都拿出去填府里了，竟白白折了。我和儿女的日子该怎么过？王爷，这是孙神医熬的压制毒性的药，他还想给您请脉，让他回去，就说本王在处理公务，药留下。王爷，穆大小姐说过孙神医的药有问题，要不属下把他倒了。穆大小姐说得好，把药端过来，别倒。王爷不喝，那要这药做什么？你先退下。这股力量，武功绝不简单，是敌是友。如今的贼都这么讲礼貌了，
来就来了，还要通知一声。我说王爷，深更半夜跑我闺房来做什么？王爷还有做梁上军人的嗜好。你带了什么？有股药味，里面还掺着一味加速你毒发的草药。光凭药味就闻出成分，看来我果然找了位厉害的王妃。谁说要嫁给你了？本姑娘没答应的事，皇上也不能强求。王妃放心，我定让你心甘情愿嫁给我。说吧，半夜进我闺屋总不只为喝茶，你们王府什么好茶没有？嫣儿，你看看这碗汤药可有问题？这药多了一味，只2克，却足够引你毒发。这血腥的一面，我不愿让他看见。王爷，你端着碗过来，汤药怎么一点没洒？我是轻功过来的，怎么，你也感兴趣？好学吗？你有没有轻功秘籍之类的，借我看看？我这一身也是吃毒药长大的，秘籍嘛，你想要，我自然有办法。既然嫣儿喜欢，我珍藏的那几本武功秘籍就送你了，有不懂的地方随时问我。几本？秘籍这种东西，寻常人家得1本都能当传家宝，你有好几本？王爷的武功秘籍，不会是假的吧？真是看一次好看一分，美色误人。明早我让清风给你送来，顺便捎些王府的小玩意儿，闲了把玩把玩。大可不必，本小姐什么都不缺，就缺秘籍。你让清风把书送来就行。那怎么行？整个紫圣国知道皇上把你赐婚给了我，我若没个表示，外人要怎么说你？我不想让人对嫣儿说3道4。行行行，你看着办，但别太招摇，我可不想成了整个紫圣国的话题人物。他还不知道，如今满圣都10个人里9个都在议论那位死而复生的相府大小姐，剩下那第10个是个聋子。时辰不早了，你早些歇着，我走了。哎，你等会儿。这瓶药丸改善体质，解不了你身上那20种毒，压住是一点问题没有。每日1颗，比上回给你那1颗强得多，就当谢你那几本秘籍的回礼。1颗就那般见效，1瓶吃完。嫣儿，我知道你是心疼我的身子，谢谢你。谁心疼你？别自作多情。等我身子养回来，也要练成这一身轻功，几个起托就出去老远，多痛快。王爷的武功又精进了，这回追他比上回更吃力。去密室，把书架第2层第2个格子里的书全拿过来。包好了，明日一早送去别院给穆大小姐。王爷，这可是您费了多少年才凑齐的。少废话，照本王交代的做。属下一会儿好好包上3层。这可是宝贝，磕坏一角都心疼。另外，明日去库房挑几件珍奇物件一并送去。算，明日一早本王亲自去挑，选好了与书一并送。是，王爷。都是这个死而复生的穆大小姐坏了我的好事，没有她，王爷府里根本就没有正妃。死了为何还要活过来？活过来也罢，偏偏挡我的道。我等了这么多年，紫圣国小陈一的名声，哪个达官显贵不敬着我？王爷可不是任皇上摆布的人，指婚又如何？他若不喜欢，照样不会娶进门，我还有机会。王爷，您怎么亲自来库房了？要什么，吩咐老奴给您搬过去就是。李伯，本王挑几件珍奇的物件，你忙你的。挑的全是女孩家用的。王爷这是心里有人了，娘娘在天上看着，该多欢喜。不是说只挑几样吗？王爷这是要把王府库房整个搬给王妃？王爷，东西是不是太多了？外人不知道的，还以为王爷这是去下聘呢。本王若是下聘，怎会只带这么点东西？属下说错了。可是王爷，三皇子与穆二小姐赐婚那日，三皇子府也只给穆府送了1车。三皇子给穆丞相府送礼这么大的事，你为何不禀报本王？拖到今日才送，白让嫣儿在那府里受了几日白眼。今日送礼，特地从穆丞相府门前绕过去，让全圣都的人都看见，本王也给未来的王妃送东西，省得日后有人给他气受。属下说的重点是东西太多啊，怎么就扯到全圣都了？还愣着？记住，必须从穆丞相府门前绕过去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摄政王府难得这么大动静，
4大车的礼品，这是给谁下聘去了？聘礼哪有这么点儿？说是送礼又多的离谱，真费解。往这个方向去，莫不是给帝师家的孙女柳灵薇送的？定是了。都说柳大小姐爱慕摄政王许久，圣都4美之收，才貌双全，才配得上咱们的战神王爷。可不是，听说相府那位穆大小姐病恹恹的，怎配得上紫圣国的守护者？祖父已向皇上请旨，把我许给三皇子，圣旨不日就到。难道我与那风光泽月、灼仙般的摄政王真是无缘？小姐，小姐！慌慌张大呼小叫，你平日学的礼仪都去哪儿了？小姐，摄政王的贴身侍卫清风正拉着4大车礼品往咱们府这边来，外头人人都说是给小姐送礼的。真的？王爷真是来给本小姐送礼的？正往这边走着呢。他们都说只有小姐这样的4美之首才配得上王爷。快替本小姐梳洗打扮，我要亲自去府门口迎她。是，奴婢一定把小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父亲，摄政王突然送礼，这可不像他的办事风格。怕是他听说皇上要将威儿赐婚三皇子，特来阻拦。记着，摄政王府的人一步也别让他进我柳家的门。祖父，父亲。小的见过柳帝师。帝师大人恕罪，小的还有王爷交代的差事未办完，先告辞了。关门，都回府。走了，就这么走了？不是说摄政王来给我送东西的吗？原来那礼不是送我的，是送给别人的。刚才我有多骄傲，此刻就有多狼狈。威尔，回房去。府门口这地方不是你这闺阁女子该站的。祖父，我想通了，我嫁给三皇子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愿意嫁给三皇子。好，哈哈，好！不愧是我柳城的孙女，看问题通透，有眼光。威尔想通了就好，总比硬逼着你嫁过去强得多。既然得不到最好的男人，我便要天下最有权势的男人。三皇子登基有望，加上祖父扶持，我就是紫圣国的皇后。摄政王再厉害，也只是个王爷。今日他如此羞辱我，日后我必100倍奉还。相爷，摄政王府的人拉着礼品正往咱们府来，说是给大小姐送的。拉了多少东西？回老爷，小的亲眼看见，满满4大车。好，府中正缺银两，摄政王府财大气粗，除了礼品，必还有银两。这运气来的正是时候。雪儿，那么多好东西，穆凤言又不在家，先让你挑，挑够了，剩下不好的留给他。他人不在，也不知道王府究竟送了多少，娘想的周到。明儿，我听说摄政王府来给咱们丞相府送东西了。母亲，那是送给燕儿的。小司已亲眼看见王府的车往们这儿来了。自你大夫人走后，府里连补品都断了，我这身子正需补养，东西一抬进前厅，我来分配。这老太婆不是病得起不来吗？一听有东西，跑得比谁都快。相爷，摄政王府的人马上就到家门口了，快把大门打开，本丞相亲自去门口迎接。老身也去。母亲，外头地滑，我去就行。我让他们把东西直接抬到前厅，全由母亲看着分配。那你快去快回，让摄政王府的人脚程快些。都精神些，车队一到，笑脸相迎，一件东西也别落下。娘，真的来了！你看，1辆、2辆、4辆。进了门就是我管着的，最好的先给你留出来。丞相大人的门倒是开得快，王爷交代的话，小的可得一字不落的带到。4辆马车，三皇子只给我送了1车，还没装满。雪儿别急，东西进了府就是囊管着，最好的先挑给你。小的见过丞相大人。清风侍卫有礼，府门早开了，马车直接进来便是。丞相大人，小的奉王爷之命是给穆大小姐送礼品的，都怪小的一时激动，竟忘了穆大小姐已搬去别院。小的想着急到了门口，见府门大开，若丞相大人出来便打个招呼。大人您果真出来了，那小的就不打扰了。王爷的差事拖沓不得，告辞。走了？送别院跟送这儿不都是穆家的吗？这是当着满街的人打老爷的脸。关门！把大门给我关上！老爷，给大小姐的东西为何不送进相府？妾身还管着这个家，怎么就不能交妾身处置？我怎么知道？摄政王如此吩咐，底下人便如此办事。会不会是大小姐故意让摄政王这么做的？这也太丢我们相府的脸面了。大夫人必定知情，
却不劝大小姐半句，任她胡来。丢了相府的面子，就是丢老爷的面子。这个毒妇从今日起就把他罢了。娘，父亲又没把那句话说出口。明儿，东西呢？摄政王府送的东西呢？母亲，那是摄政王送给嫣儿的。他们听说嫣儿不在家，又拉去别院了。什么？又拉走了？我的东西又被拉走了？穆凤烟这个混账，没事跑什么别院？母亲，母亲，快请府尹！三哥，都说九皇叔财力雄厚，你瞧瞧，4车礼品可真不少。里头装什么谁知道？再说，你觉得九皇叔会真心娶一个被我退过婚的女子？三哥别不放在心上。我听说那位穆大小姐死而复生之后，整个人诡异得很。一个弱女子能有多大能耐？你实在不放心，她如今住在别院，找个机会杀了便是。我猜九皇叔还得谢你，替他解了个大麻烦。那就再等一等，一旦发现有异，立刻处理。三哥的路上不能留半点祸患。三哥，收起你这孔雀开屏的样子，你如今是有婚约的人了。穆二小姐，本皇子还真没看上她。若非母后说相府能供我财力，我才不娶。我说的是帝师嫡孙女柳灵薇，她祖父已为你们请旨赐婚。她把倾心九皇叔的事闹得满圣都皆知，这种心里装着别人的女人，也配做我的正妃？我们要的是帝师的支持，满朝文官多是他的学生，一呼百应。你娶了不亏，若让九皇叔去，为他添有理，无非府中多一个吃饭的女人。我这就入宫见母后，请父皇下旨赐婚。备马。王管家，快通知你家小姐，我家王爷给她送礼品来了。这还听见？穆大小姐，王爷还有话让小的带到。这几本秘籍自从中藏书阁挑的，请您过目。请您过目。其余4车是王爷说别院清简，给您添些日用。替我谢过你家王爷。你很宝贝这几本书？当然了，这可是王爷。反正大小姐仔细珍藏就是了。放心，转告你家王爷，我会非常非常宝贝这些书。那这4车东西，小的搬去哪儿？交给王伯就行。车上这些是你家王爷亲自挑的。回夫人，全是王爷一大早起来亲手挑的。这可是王爷头一回亲手挑礼品，就盼着大小姐能喜欢。他堂堂摄政王，有这么闲？王妃这般不通情爱，王爷追妻的路漫漫啊。搬到嫣儿旁边那间空厢房，一会儿让嫣儿好好看看王爷精心挑的礼。是，小的这就办。娘亲，府里有库房，放库房不就好了？嫣儿还小，有些事不懂。王爷亲手挑的东西是他一番心意，你怎好辜负？我知道了，娘亲，我也会亲自挑些东西回送王爷。官窑的茶具《月下仙子》，我正缺套。他昨晚喝茶时就看出来了。西洋镜，在你们眼里是时髦，在我眼里是老古董。他真把我当小孩子。牡丹连着根茎绿叶，扇骨清，风还凉。这个我要了。1、2、3、19、20颗夜明珠，一颗在紫圣国就值万金。我娘亲已经够豪气了，这丝竟比我娘亲还豪气。叶离觉绝对是个隐形的大富豪，我敢说，连皇上都没他有钱。王伯，只记箱子里现有的东西，空了的箱子是我把东西暂时挪去了别处。老奴知道了。属下见过大小姐。今日你去人牙子那儿，再到街上乞讨的孩子里问问，10岁到14岁愿意跟着我们的，我管他们有饭吃有衣穿，但从今往后必须为我所用。属下明白。品性差的不要，我们不是他们的父母，没有教养孩子的义务。这种人日后会坏我们的大事。大小姐放心，属下看人很准。再买一个管家，一个做饭的阿婆，给孩子们做饭。银钱不够就来找我。上回买院子剩的银子还够，属下这就去办。1、2、3、4、5、6本，这确定是秘籍，怎么会这么多？内功、剑法、轻身术，单这一本拿出去就够整个武林抢破头。整个紫圣国的秘籍都被他搜刮来了，不止紫圣国，这是整片大陆的武功总集，每一本都能让天下习武之人疯掉。难怪清风舍不得，一遍遍叮嘱我珍藏。叶离觉，你把命根子送我了，连皇上都不知道他手里有这些，若是知道了，杀他的心只会更狠。小姐，外头进来传开了，摄政王一早给您送来4大车里，整个圣都都在议论呢。传得这么快，让他们议论。听说了吗？是摄政王给未来王妃穆大小姐送礼，整整4大马车。那病秧子穆大小姐命真好，王爷竟这般看重她。
一个病殃殃的穆凤烟也配王爷这般疼？我一定要比他先入府，先入王爷的心。那女子遮得严实，透着古怪，留个人查清她是谁，等的是谁？师傅，您怎么才来？徒儿等好久了。徒儿，王爷今早给穆大小姐送了4车礼，你还当真要嫁去做侧妃？那穆大小姐病弱之身，如何为王爷开枝散叶？师傅您答应过我的。牺牲徒儿才能完成皇上的密令，得了王爷的心又如何？只怕王爷没那个命了。好，我进宫请旨，让皇上赐婚你为摄政王侧妃。世子，孙神医答应徒弟沈梦柔进宫请旨，求赐婚为摄政王侧妃。九皇叔中毒多年不死，全靠孙神医调理。如今再添个小神医替他续命，皇上与三皇子一日不安，不能让他进府。先下手为强。王爷，孙神医今日见过徒弟沈梦柔后，已入宫为他请旨，求赐婚做王爷的侧妃。就凭他也想做本王的侧妃？他连嫣儿一个手指头都比不上，可他在紫圣国有小神医之名，孙神医还自称天下神医，连本王身中几毒都查不清，都是些沽名钓誉之辈，这圣旨绝不能到府。嫣儿若知道，定带着娘亲躲得远远的，这辈子都找不到。给齐王府放个假消息，就说本王娶沈梦柔，只为调理身体。王公公若来传旨，想办法把圣旨毁了，内容一个字都不许外传，否则嫣儿会不高兴。王爷，您是摄政王，日后总要娶侧妃纳妾，穆大小姐总不能一直不高兴吧？谁说本王要娶侧妃纳妾？这话你可曾在嫣儿面前说过？属下知错，属下从未在穆大小姐面前提过。本王的后宅不劳你操心，办完事去领罚。去摄政王府宣旨吧。这辈子最不想去的就是摄政王府，去一趟像被扒层皮。诺，咱家这就去摄政王府宣旨。就是给王爷赐侧妃的旨，这回不用怕挨扒皮了。快停下！啊！这也太巧了，这是说皇上的圣旨是狗屎，还是圣旨上的内容是狗屎？这段路我特意选的，出了宫门，味道皆是，伤不着无辜。果然被我猜中。九皇叔娶她只为调理身体，只把他送出圣都还不够，圣旨一下他照样能回来，得一劳永逸。尚书府王大人正想纳妾，最好美色，就把沈梦柔送到他床上去，一个去知会王尚书，一个去客栈告诉那边计划有变。小姐今日什么好事这般高兴？你很快就知道了。师父已面见圣上，圣旨一下，我就能嫁给朝思暮想的王爷了。送去哪儿？不会是那程世子也太狠毒了？尚书府，程世子把人送到了尚书府。尚书府王大人最好轻小美色，近日正满城寻美妾，程世子这是投其所好。公公，公公，老奴还活着，苍天有眼啊！摔了这么一下竟没摔死，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王公公，圣旨还在那边水坑里。皇上啊，都是老奴的错，没护好圣旨。拿一道沾了狗屎的圣旨给皇上看，那是欺君之罪，斩立决。你把上面的东西擦干净。可擦了也有痕迹，字都晕开了，看不清内容了。哪儿那么多废话？擦完再抓把土撒上去，盖住。都听清了，今日只有京马发狂，咱家连人带纸被甩出车外昏死过去，圣旨落进水坑沾了些泥土，其余一概不知。谁多一句嘴，脑袋就不必留了，知道了吗？奴才什么也没看见。哼，你先捧着，到了宫门口再交给咱家。这是翠红院王妈妈的好东西，专治不听话的姑娘。你这老头，拿开你的脏手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知道本大人是谁吗？给本大人做小妾，不亏你。我是紫圣国的小神医，
过了今日，我就是摄政王的侧妃，一会儿还要接圣旨。识相的，送我回客栈。这节骨眼把他送上我床的，不是皇子就是世子，分明是不想让摄政王娶她。摄政王若真要娶，又怎会把人丢在客栈不管不顾？纳了他，两边都不得罪。小娘子别怕，本大人以后好好宠着你。放过我，我是小神医，能给你带来无数好处。我以后为你办事，以后不必抛头露面给人看病了，太辛苦，本大人养着你就行。我已经不干净了，这辈子都嫁不了王爷。我要弄死这个老男人，更要查出是谁把我送到这张床上。拿什么理由才能再去见他一面？进来。王爷，程世子的人把沈梦柔送进了尚书府，王大人已将她纳为妾室。再办最后一件事，把尚书府王大人纳小神医沈梦柔为妾的消息散出去，越快越好，最好让皇上第一时间。属下遵命。宣旨去了，却哭着回来，莫不是老九连圣旨都敢不接，还动了手？这个老九越发不把朕这个皇上放在眼里了。皇上啊，老奴有罪呀！起来回话，是老九又打你了？不是摄政王，老奴出宫门不久，那马突然发狂，把老奴连人带至甩了出去，当场昏死过去。都是老奴跟在皇身边久了，沾了皇上的龙气，才没被摔死。老奴谢皇上救命之恩。这么说，纸上的字都晕了，看不清了？回皇上是。拿过来，朕看看。皇上，圣旨脏了，怕污了皇上的眼。朕什么没见过？拿来。皇上闻不出来吧？千万闻不出来。皇上，这圣旨先掉进水渍，又滚到旁边泥土里了。取水来，朕净手。既然晕了，朕再写一道便是。老奴护旨不力，请皇上治罪。这次饶你，下不为例。皇上，孙神医求见，说有紧急之事禀报。传。皇上，草民徒儿沈梦柔在客栈等旨，却被尚书府王大人劫走，如今已成他新纳的小妾，满城皆知，请皇上追究王大人劫持之罪。什么？沈梦柔成了王大人的小妾？何时的事？就在今日下午，只怕徒儿他已经速去尚书府查明沈梦柔是否真在那里，不许惊动任何人。孙神医，你怎知是尚书府劫的人？满圣都都传遍了，草民的徒儿素有小神医之名，传得这么快，分明是有人故意散的。金马回旨劫人，桩桩都指向老九。启禀皇上，沈梦柔确在尚书府，而且什么？直说无妨。奴才去时，他与王大人同在床上，衣衫已褪。一把年纪还这般有精力，失了清白的女子，万万不能嫁入皇家，朕的颜面何存？原来赐婚的侧妃就是这位小神医，这不是明晃晃的说皇上的赐婚犹如狗屎吗？王大人对朕有从龙之功，朕不会为一个平民治他的罪。你去尚书府传朕口谕，着王大人替朕南下查看今年水灾，1个月内返回。既然在床上这么有精力，就多出去走走，散一散精力。诺，老奴这就去。孙神医，朕的处置你可满意？草民谢皇上为徒儿做主。先前那桩事虽不成了，但你自己另想办法，只要能达成同样的目的，朕答应你的仍然有效。谢皇上，草民定会另想办法达成皇上的心愿。1个下午加半个上午了，小姐连午膳都没用，屋里一点声音也没有，只吩咐我们回夫人一声，就没了动静。天都黑了，晚膳时辰也到了，小姐吩咐过不许打扰，再等等。清宫成了，这空间1日，外头才1个时辰。灵泉不止解毒养身，竟连这具身体的筋骨都重塑了一遍。剑法与逍遥扇急不来，等我寻到一把绝世好剑，一柄臭手的扇子，再练。这般巧的东西落在我身上，真像是上天特意安排。它最原始的模样，就是穆家祠堂供着的那块墨色石头，坚硬无比，祖祖辈辈传下来的。言儿记住，这是穆家的传承之宝，祖祖辈辈传下来的。你长大了也要好好护着它，传下去。爷爷，我能摸一摸吗？不许动，只能看。就摸一下，爷爷不会知道的。爷爷，石头咬我，石头喝我的血。言儿听着，
此山在肚子里，谁也不许说。你如今护不住他，说出去连命都保不住。告诉打扫祠堂的人，墨色石头我收起来了。自那夜起，我每晚偷偷进空间学医术读术，只有那口泉怎么都不出水，直到我死过一回。若把灵泉水掺进毒药，是毒性更烈，还是直接解了？改天试试。一身汗味。好轻的身子，这一趟修炼值了。这什么破镜子，脸都照不清，肌肤白了，眼睛也亮了，唇红齿白，跟我上一世一个模样，就是嫩了些。请小姐恕罪，奴婢冒犯了。小姐怎么一个下午就变得这么好看？奴婢一时看呆了，实在是太失礼了。都说了多少回不许动不动就跪，我之前不吸引你？不是的，小姐，是现在更吸引人了。我今天在屋里研究了一下午让皮肤变白的东西，以后也给你们用。走，去娘亲那儿用晚膳。中午光吃糕点怎么行？娘亲从南方给你运了水果，东阿的阿胶补血，还多买了燕窝。刘掌柜前几日又从皇上那儿抢下一批上好补品。抢？皇宫那边要得急，你刘叔好说歹说才买下一半。娘亲，刘叔一共买了多少？这些皇商真没用，只收集了10箱，你刘叔就买了5箱。皇上、皇后、满宫娘娘分5箱，我跟娘亲分5箱。我娘亲连皇宫的东西都敢截胡，是不是你也觉得少了？娘亲也觉得少。不少。娘亲先别买了，放久了坏掉可惜。娘亲，你没觉得我有哪里不一样？比以前漂亮多了。我女儿是天下最漂亮的。你是受过佛祖指点的人，佛祖无所不能。你身上再出什么事，娘亲都不奇怪，只替你高兴。佛祖又背锅了。明日我说能飞天遁地，娘亲也信。还有1个月就是年关，你已指婚摄政王，宫宴请帖会送到你手上。娘亲不去？娘亲从未去过。你父亲年年带的是2夫人和他那一儿一女，回来母女俩还要到我跟前炫耀，连他那女儿都跑去你病榻前显摆，气得你哭了多少回。那娘亲不去，我也不去。宫里我谁都不认识，被人欺负怎么办？可入宫得有请帖，一张小小的请帖，摄政王还要不来？他连这点小事都办不了，我也不嫁他。这话以后不许再说，皇上的圣旨怎能违抗？知道了，女儿再也不说。1个月后，那母女俩顶着满脸红蛋，还敢进宫炫耀吗？我的毒，这古代解不了。小姐，木山刚传话来，已凑齐30人，请小姐明日去小院过眼。好，我用完早膳过去。今晚都不用守夜，各自回去睡。我累了，谁也不许来打扰。那怎么行？小姐夜里口渴，有事吩咐，总得有人在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不许守夜，谁再不听，就别跟着我了。非得发火才听，这招好使，以后就这么办。明日交给木山，让这30人照单子练起来。我要自己的人，更要自己的消息渠道。月黑风高夜，杀人放火天。丞相府，我来了。这小姑娘深更半夜又要去做什么坏事？轻功已成8成，我当年学了2天，她1日就会了。这天赋比本王还强。身后有气息，却没有恶意，懒得管。先去相府。父亲还养了暗卫，2、3个高手都守在书房那一带，其余不过寻常。正面我打不过，就走后门，那儿没人守。气息断了，连本王都捕捉不到。他的脸息竟练到这般地步。库房的位置我记得，第1站就是他。这把老锁，我前世研究的锁比他难上100倍。3秒，其中1秒还是拿铁丝的。这么大的库房，就角落这么一点东西，丞相府穷成这样，他这些年胡吃海喝，养外只养庶子，花的全是我娘亲的钱，自己连一点家底都没有。花我娘的钱，还敢待我娘不好，那就一样都别留。哼！扫帚抹布也带上，木山那小院呢，正好用得着。确认根草也不给你留。睡得跟死猪一样，2夫人被人扛走都不知道。高手都守在书房，父亲今夜宿在书房，正好。那日药粉撒得不匀，一边多一边少，难为2夫人了，我来补上。这粉只一个用处，让这些哼歌巴不停流脓，恶甚的你自己都不敢照镜子。翻遍了也就几件金银首饰，连张银票都没有。
花我娘的钱倒是花得坏。你顶着嫡女的名头，跑到我病榻前一遍遍炫耀，今日多给你些，满脸哼疙瘩，再糊上黄浓，看你怎么去年宫宴上炫耀。不值钱的拿回去给厨房烧火。好的拿走，破烂不要，省得占我空间。之境，丞相府就这么信得过那几个护卫，真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好东西全藏在这儿，祖母，孙女来给您搬家了。先让您睡沉些，免得吵着人。搬完这里，就去父亲的书房，那里才有我真正想要的把柄。书房外3个高手，小姑娘，胆子未免太大了。祖母这是夜里睡不着，年纪这么大了，睡不好可折寿呢。孙女孝顺，帮您睡个好觉。睡吧，睡到日头晒屁股都不必醒。府里的好东西果然先送到吉福院让您挑，剩下的才分给各房。可这一屋子还不及我娘当年房里的1/10，都是花我娘的钱买的。女儿收回去，不算偷。这纱帽漂亮，小院正用得着。真冻死了，我娘还得回府守孝，麻烦。一床被子，是我念着娘亲，不是念着你。全府各院都光顾完了，只剩那里，禁地才藏秘密。我要的是父亲的把柄，连一个角落都不放过。书房外3个高手，他也敢一个人闯，胆子越来越合本王的心意。有刺客，分头追！小姑娘，路给你清了。3个高手都没察觉我，看来我这轻功还是有点本事的。打春倒是省了我找人的功夫，10息就够。让他睡到明早天亮，府里出了这么大热闹，他要是不能一早亲眼看见，多可惜。相爷，相爷可安好？听鼾声好好的，是有人调虎离山，引我们离开，去看看老三。他从房顶摔下来，腿断了。以他的身手，绝不可能不被这2人发现。我的小王妃也有自己的秘密。刚才那一下，我的小命就捏在别人手里，这种滋味我不要第2次。回去我就把那6本秘籍练到刻进骨头里，别人的命我随时捏死，我的命只能握在自己手上。外面还有人，不敢照亮。好在灵泉水喝下去，夜里看东西跟白天差不多了，寸草不留。收不进去，这瓶子底下有东西，密室。2侧墙面抹了剧毒，往里足1米。那个凸起的机关上毒最重，进门摸墙，七窍流血；出门去按机关，照样七窍流血。穆丞相好狠的心，进来的人一个都别想出去。可惜你女儿医毒双绝，我倒要看看你费这么大心思藏了什么好东西。门都关了，这回敢照个亮。这道门没毒，锁还是把老铜锁。这么多箱子连盖儿都不盖，他是天天下来欣赏吗？一张1万两，这一沓至少100万两，所以这些年娘亲是被骗的。当年穆家经商压根没败算，只是把家底全藏在这儿。好，穆圣明，那就别怪我。这块抹布就留给你，让你自己看看是谁破了你的毒门。这些都送去小院给新买的那些人用。相爷用的东西可不是普通货色，一床被子也不给你留，冻死最好。这要不要命，只让你不停放屁，不停流口水。最爱面子的穆丞相，明日在满朝同帘面前是何等风采，我可等着听。再收下去，房梁上的蜘蛛都得进我空间里。怎么还不出来？莫不是里面出了事？我的小王妃怎么这么可爱？四下无人，走。有气息，在那边。
功力太深，不是我现在能对付的。36计，跑为上。就这么点功夫，还想闯一闯丞相府，胆子可不小呢。要你管！哼，脾气倒挺火爆，报警了。怎么会有种失落？这是哪儿？半夜私闯人家府邸，被人抓住不好吧？放心，没人敢轰你走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本王的府邸，谁敢轰走本王的王妃？啊！你把我带回你府里了！还有，我们还没成亲，不许叫我王妃！好，我知道了，嫣儿。叫嫣儿倒是顺口。我跟你很熟吗？叶灵珏，你笑起来真好看，以后没事多笑笑。叶离珏，多久没人叫过这名字了？他们只叫摄政王、王爷、九皇叔。喂，想什么呢？嫣儿，你比前2天漂亮多了。什么意思？难道我以前不漂亮吗？比刚从坟墓里扒出来的时候漂亮多了。专戳人痛处的直男一枚，鉴定完毕。就这张嘴，以后能讨到老婆？嫣儿，饿不饿？都怪你，我本来不饿的，全是被你说饿的。好，好，好，怪我。走，带你吃好东西。把饭菜端到书房。是，王爷。那儿一直有人，我还以为自己武力值好歹排个中等，连王府墙角一个护卫都察觉不到，我连下等都排不上。回去就练，那6本秘籍，我要练到刻进骨头里。你这府邸走不到边啊！先皇在世时特意命人我修的，除了皇宫，紫圣国就这里最气派。那为什么去书房？书房不是禁地吗？该去膳厅才对。书房是禁地，对嫣儿不是。以后你可以自由出入王府书房。膳厅太大，空荡荡的，我平时都在书房用膳。一个人坐那么大一张桌子吃饭，你好可怜。第一次有人对本王露出这种表情，倒是稀奇。要不你以后来我那儿吃饭，我娘你3个人热闹。这主意不错，明日我就去你别院吃饭。你真去啊？不过我若去了，你娘亲怕是吃不好饭。对，你说的太对了，为我娘亲的身子着想，你还是别去了。简单大方，很不错。欣赏够了，过来喝口茶。王爷从小到大只给母妃倒过茶，连先皇都没有过，如今竟亲自给他倒。好香，这鸡汤起码温火炖了3个时辰。喜欢就多吃点。从不与人同桌，从不给人夹菜，到了他面前全没了。你们王府厨子手艺真不错。你喜欢？明日我让他去你别院专门做给你吃。不用，我要是把你厨子领回去，你怎么办？韩婶也该伤心了。想喝汤，我来你府上就是。你书架上的书怎么就那么几本？看完就烧了。别人若知你读什么书，便能分析你的脾性，找到对付你的法子。烧了，他们就无从了解。这皇家竟处处如履薄冰，一不小心就死无葬身之地。我要的是天天提心吊胆。你别担心，成亲以后我会保护好你。要不是我把坠马中毒的你救回来，你坟头草都老高了，拿什么保护我？嫣儿，你要相信我。这把剑真漂亮。这是赤凤剑，剑气如风，出鞘必见血，遇危险之人，剑体自会轻震。嫣儿，不可！这剑气伤人无数，扔大街都没人敢捡，他竟一点事都没有。不就一把剑吗？你俩至于这么惊动？赤凤剑与赤黄剑主人才如此温润，我的小王妃竟是赤黄剑的主人。还你。他认你。这剑太男人了，我想要把秀气点的。叶流珏，我困了，要回去睡觉。嫣儿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耽误不了多久，你去了绝不会后悔。这是祭祀的地方，有香案香笼，皇上祈雨求天用的吧？真聪明，我带你看这个。这洞口原是赤凤剑的位置，我幼年5岁时拔出来的。皇家规矩，能走路就挥剑练武，历代皇子5岁都来试拔此剑。
这跟赤凤剑是一对，该叫赤黄剑吧？正是。相传一对恩爱仙人以玄铁造成凤凰双剑，飞升前插入巨石，只待有缘人拔出。叶流绝，我要是拔不出来，能不能把这石头带走？只要你能带走，就没问题。你给我听好，我一拔你就得出来，不出来，小心我用加强版腐蚀粉把你化成粉末，再用加强版硫酸腐蚀干净，让你连渣都不剩。这剑胆子真小，我稍稍一下，它自己就飞出来了。凤象女出凤凰剑名，黄虚影出剑，她当真是赤黄剑的主人。王爷，属下感受到四面八方的高手正朝这里来。本王已察觉，嫣儿，把赤红剑收好，没有自保之力前，千万别暴露，否则会招杀身之祸。现在插回去还来得及吗？怎么还甩不掉了？我们先走，回去再说。他们快到了。那凤凰鸣叫本以为只是传言，竟真让朕听了个真切。皇上，属下去迟一步，赶到时那里已无人迹。赤黄剑可还在？已被拔走。拔剑之人功力深厚，竟看不出半点痕迹，犹如剑自己破石而出。竟有如此厉害之人，还是个女子。陈大人说过，赤红剑之人女子主，除属下外，尚有各国高手也去探查，只是不知代表何方势力。给朕盯紧摄政王府，看那边可有异常。属下遵命。你放心，我不会不要你的，以后你就跟着我混了。叶离绝，你看，他们又团聚了，都发红光，这么久没见，看见彼此都开心呢。赤黄剑功法，人剑合一，剑随心发，他等到主人了。嫣儿，切记，绝不可让人知你手持赤黄剑，你功力尚浅，被人盯上会麻烦不断。为何赤凤剑人人皆知无事，赤黄剑却要瞒着？先皇曾漏命司天监陈大人占卜国运，凤象女出，黄玉影出剑，名叫破天下大乱，终归统一。后传言，好家伙，一个神棍占卜就要引各国夺宝杀人，此言四国皆知，为夺此剑，他们杀人不会手软。这话我只对你说一次，我不是什么凤女，也没那本事让天下大乱，我又不做女皇，统一天下做什么？我的要求很简单，每天陪娘亲快快乐乐过小日子，其余的与我何干？好一个与我何干！我的嫣儿果然天下独一。王爷居然会笑，这是我头一回听见啊！你懂什么？王爷从没这么开怀过，都是穆大小姐的功劳。你先看看自己拿什么擦的鼻涕眼泪。这是我白天擦鸽子粉的手帕。房里的东西呢？屏风、柜子、香炉都去哪儿了？老夫人怎么叫都醒不过来，还有气，还愣着，快取被褥来！老夫人要冻坏了。你去请相爷，就说老夫人昏迷不醒。小翠，进来伺候我洗漱。夫人，您脸上那黄黄的是什么？我眼瞎了吗？屏风、妆帘全没了。这是我。娘，你醒醒！那么多贵重物体，全没了！王叔，把守书房那3个暗卫给我叫来！本相养他们，是让书房被偷个精光吗？说，昨夜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本相问你们话，昨夜发生了什么？回相爷，昨夜只来了一个小毛贼，身材矮小，看着还未成年，属下将追上他，半路却被一位武功奇高的高手救走，属下不敌，请相师恕罪。恕罪？一个小毛贼能把整间书房偷空，连门口的扫帚不见了，是不是你们联手迷晕本相，把东西运走的？给属下100个胆子也不敢欺瞒相爷。另一名侍卫还被小毛贼打断了腿，正卧床养伤，属下绝无虚言。限你们3日，把书房所有东西找回来，否则本相你们的脑袋。是，属下誓死找回。老大，
刚才那批差点把我熏死。你在这站着做什么？老夫人昏迷了，她房里的东西也全没了，只剩一张木板床。我得禀告相爷。老二，收拾东西，背上老三，我们快走。是人是鬼不管我们了，反正是找不回的，找不回就得砍头，不如连夜跑。何事？老夫人房中也只剩一张木板床，东西全没了，人还昏着。相爷，老夫人院里和您书房一模一样，全空了。不好！王叔，把房门关上，任何人不许进来。王叔，你在门口守着，任何人不许下来。老奴遵命。这抹布是按毒药机关用的，小贼竟能破了我的机关。没了，全没了！我的金子，我半生积攒的家业，真刀真枪抢来的，全没了！相爷，您醒醒！快扶本相起来，本相要沐浴更衣。连老夫人院里也一样，整座府一夜之间被搬空了，非人力所为，是鬼，是妖。本相必须进宫禀报皇上。皇上势力比我大，若他肯彻查，说不准能替我把宝物找回来。今日穆爱卿怎么没来上朝？皇上，丞相大人许是突染风寒，未及禀报。染了风寒也该派人到宫门知会一声。丞相大人这是不把皇上放在眼里啊！启禀皇上，穆丞相求见。穆爱卿啊，你的嘴怎么了？这没听错吧？皇上，丞相殿前事宜毫无形象，请皇上责罚。请皇上责罚穆丞相。皇上，丞相许是吃坏了肚子，人有3急，实属本能，非他故意。这味道确实有些重。穆爱卿，你倒是说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臣府中一夜之间被洗劫一空，连桌椅板凳都不翼而飞，此非人力所为，恳请皇上严查，也为皇宫安危着想。王公公，你去丞相府查看，究竟丢了些什么？老奴遵命。穆爱卿，朕准你先去出个宫。快去出宫！一夜之间尽数消失，果然透着诡异。陈大人，皇上，微臣在。穆丞相府一夜之间连桌椅都消失无踪，你身在司天监，可知是何缘故？微臣不知，微臣昨夜在府中睡觉，不曾去过丞相府。退朝！传旨，穆丞相殿前事宜罚吃杖10下，在府中停职1月，洗干净了再来上朝。皇上英明。谁生来愿为奴为婢？不过是被环境磨灭了心性。这些孩子还小，还有救。大小姐，您来了。木山，这院子以后就叫梦想院。回头我把名字写好，你找人做块匏额挂上。梦想院，好名字。大小姐，孩子们都在院里等您了。辛苦你了，木山。大家都抬起头来，连头都不敢抬，我留你们何用？我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。不抬头的，现在就离开，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好，木山，带他们列队，后面10个女孩跑到最前面来，5人1排，双手打开，指尖能碰到对方即可，速度要快。从今天起，你们非奴非仆，是我穆凤烟的下属，你们只听我一人的命令，天王老子来了都不行。在这院里没有孙卑，只有上下，你们彼此平级。这院子叫梦想院，你们知道什么是梦想吗？梦想就是你心里最盼成真的那件事。你们从前吃不饱穿不暖，遭白眼被打那，主家一不高兴就把你发卖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那我告诉你们，在我这里这些统统没有，我让你们吃饱穿暖，没有白眼嘲讽，没有打骂，只有尊重平等，让你们做真正的自己。你们愿意还是不愿意？愿意。我会为你们请先生，请嬷嬷教你们琴棋书画，让从梦想院出去的每一个人都胜过那些官家公子小姐，受人人敬仰。你们想不想成为这样的人？做我的属下会很辛苦，没有过硬的武功，出了这个院门，小命就攥在别人手里。
即便你们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比官家公子小姐还强，也照样被人轻松杀了。一切努力化为乌有。从今天起，木山带你们练武，练出一身本事，小命才握在自己手里。谁敢招惹，直接让他毙命。不怕辛苦，不怕辛苦。 30人分成2组，每月评比，第1名的组有奖励，不合格的给2次机会，再不行就退下来处理内务。第一步，识字。最后一件事，我这个人最恨背叛，我喜欢研究毒药，对背叛的人只需一粒小小的药丸，七窍流血，最后连尸骨都能融化。不信的可以试一试。你们也想跟着学？主子，奴婢们也想成为对你有用的人。好，明天起你们也来，顺便协助木山处理这边的事。从现在起都喊我主子，这里没有小姐，记住了吗？是主子。主子，分2队，各5个小姑娘，选出队长。今天把空地整理成练武场，明天一早带他们爬山。这个月你也跟着练，下月我给你一套专门的功法，练好了，保你不会像上次那样被人追杀的那么狼狈。别客气，我是你主子，以后你也是有主子罩着的人了。石板子都打了，怎么还止不住这屁？朝堂之上丢尽了脸。老爷，府里连买米的银子都没了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库房被偷了个精光，大夫人那边1个铜板都别想要。偌大丞相府，拿什么活下去？这些小妾本就是从翠红院买来的，再卖回去有何不可？不许让任何人知道此事。是，相爷，老奴这就去。相爷要卖小妾，连点脸面都不要了。那翠红院王妈妈那张嘴能守得住秘密，这事怕是要传遍圣都啊！哎呦，王叔，丞相大人又想要姑娘啦！放心，新来几个标致的，我带你去看看。不是，王妈妈误会了，是别的事儿。没人了，说吧，相爷到底让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府里小妾太多，相爷的意思是卖几个小妾会回翠红院，还望王妈妈保密。你再说一遍。相爷要卖几个小妾给翠红院，请王妈妈保密。王叔啊，当初带出去的都是清白姑娘，如今做过妾了，价钱可就不一样了。看在相爷面子上，一个200两。太低了，当初相爷一个姑娘可是5000两买的。那就300两，不能再多了。你可知我们如今买个清白小姑娘才50两银子？50两买的人，转手卖给相爷就5000两，如今300两收回，这暴利简直吃人。那你们要卖几个？20个。多少？你没听错，20个。好，300两一个，成交。娘娘，那穆承志当把府中小妾都给卖了，消息都传进宫里来了。丞相府当真拮据到这般地步？还有个传言，自穆大小姐死而复生后，穆府接连出怪事儿，夫人姨娘毁容，库房诡异失窃，老夫人被吓得昏睡不醒。都说穆大小姐是个不祥的，把丞相府克成了这样。当初司天监陈大人不就说过，他是大凶之人，皇上这才把他赐婚给了摄政王。那穆丞相如今在朝堂上一直放屁流口水，被皇上责令恢复休养1个月呢。这般克星之女怎配得上本宫的傲儿？这门婚事是该退了。傲儿前几日来已答应娶柳帝师的嫡孙女柳灵薇为正妃，本宫禀了皇上，这2日赐婚圣旨就该到柳府了。恭喜娘娘，柳大小姐知书达理，柳帝师又桃李满天下，日后对三皇子大有助助。没有水洼，也没有不明物体，好，稳了。王公公这是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帝师大人快跪听接旨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封柳帝师嫡孙女柳灵薇为三皇子正妃，则即日完婚，钦此。我的嫡孙女日后就是三皇子妃，只要把三皇子扶上那个位子，她便是皇后。我刘府就是皇后母族，从此飞黄腾达。借王公公吉言，刘府上下必谢皇恩。柳大人太客气了，咱家还得回宫伺候皇上，就不久留了。